三山国王的由来及传说。三山国王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重要的神祇，特别是在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广泛流传。三山国王的信仰起源于古代的闽南地区，其传说和信仰体系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三山国王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山神崇拜。最初，三山国王并不是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对名山、金山、独山三座山的自然崇拜。这些山脉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庇佑一方平安的守护神。自然崇拜的起源，山脉作为自然力量的象征，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山神被视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保证。山神崇拜是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祈求。从山神到神王，随着社会的发展，山神逐渐人格化，被赋予了丰富的神话故事。唐宋时期，三山神屡次显灵，助宋军平乱，被宋太宗册封为国王。三山国王的神格从自然神向人文神转变。三山国王的神格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三山国王的信仰起源于中国南部，特别是福建、广东和台湾一带。这些地区山多地广，民风淳朴，山神信仰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三山国王被认为是这些山脉的守护神，保护当地居民的平安与繁荣。传说三山国王的名称源自于三座山，一般认为是指福建的三座著名山脉：金鹤山、蓬莱山和白云山。这些山脉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视为神圣之地。三山国王的故事是一个跨越历史长河的传说，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唐朝。这一传说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其中以陈将军遇见三位神人以及宋末帝昺难逃的故事尤为著名。相传在唐朝时期，潮汕地区的居民生活困苦，常受到海盗和匪徒的侵扰。当地有一位名叫陈洪进的将军，他忠勇无比，致力于保护百姓。一天夜里，陈将军在金鹤山上偶然间遇见了三位神人。这三位神人告诉陈洪进，若他虔诚祭拜，他们将会施法庇佑当地百姓。这三位神人正是后来被尊奉为三山国王的金元帅、池元帅和赵元帅。他们承诺将帮助陈洪进抵御外敌，保护一方平安。果然，自从陈洪进开始祭拜三位神人后，当地的局势逐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在宋朝末期，元军入侵，宋氏败退，时局动荡。相传宋末帝宋昺在大臣的护送下南逃至潮汕地区，企图寻找一片安定之地重整旗鼓。然而途中不断遭遇元军的追击，形势险恶。此时当地居民深信三山国王的神力，纷纷祈求他们庇佑宋氏。在一个深夜，宋昺一行人被元军逼至绝境，危急时刻，三山国王显灵，在山中出现了迷雾和奇异的光芒，使追兵迷失方向，最终保住了宋昺的性命。这一神迹使得三山国王的信仰在当地更加深入人心，潮汕居民纷纷建庙祭祀，将其奉为地方的守护神。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三山国王作为庇佑者和救难者的地位。三山国王是由三位神明组成的，他们分别是大王金元帅、二王池元帅、三王赵元帅。这三位神明被认为是福建省潮汕地区的守护神，
特别是在揭阳一带，他们的信仰尤为普及。大王金元帅通常被视为三山国王的长兄，他的形象通常是一位威严而英勇的将军，象征着智慧和勇气。大王金元帅被认为具有极强的法力，可以驱邪避害，保护信众免受灾厄。二王池元帅是三山国王的二哥，通常被描绘成一位具有医疗能力的神祇。他以仁慈和善良著称，常被信众祈求赐予健康和幸福。二王池元帅在民间信仰中代表着医疗和健康的保护神。三王赵元帅是三山国王的幼弟，通常被描述为英俊而充满活力的年轻将军，他代表着勇敢和力量，常被信众祈求赐予勇气和力量，帮助他们克服生活中的挑战。另一个传说，在民间传说中，三山国王被描述为三位具有不同面貌的壮士。黑脸壮士，这位神明通常被描绘为面容威严，象征着力量和刚毅。他被认为是三山国王中的大哥，拥有强大的武力，能够抵御外敌。白脸壮士，这位神明面容慈祥，象征着智慧和仁慈。他以谋略见长，善于计划和决策，是三山国王中的智者。红脸壮士，这位神明通常被视为三山国王中的最年轻者，面容红润，象征着热情和勇气。他以无畏的精神著称，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根据传说，南宋末年，元军攻陷临安（今杭州），宋帝昺在大臣的护送下南逃，沿住海岸线一路向南，试图躲避元军的追击。当他逃到潮汕地区时，情势已经岌岌可危，追兵紧迫不舍。此时，三山国王化身为黑、白、红三位壮士，现身于金山的石穴之中。他们运用神力创造出迷雾，迷惑追兵，使宋帝昺能够顺利逃脱。这一神奇事件使得三山国王被当地人视为救难英雄，受到广泛的尊崇和敬仰。传说中，三山国王是三兄弟，他们是古代闽南地区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儿子。这三兄弟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志向高远，希望能够造福一方。兄弟三人在成年后，各自选择了一座山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开始为当地居民服务。他们教导百姓农耕技术，帮助居民治疗疾病，并协助抵御外敌入侵。他们的德行和功绩深得民心，被尊称为三山国王。在某个时期，外族入侵闽南地区，百姓饱受战乱之苦。三山国王挺身而出，联合当地部落组成一支坚强的抵抗力量，最终成功驱逐了侵略者。这一英雄事迹使得三山国王成为了当地的保护神，被广泛敬奉。传说三山国王在战后不久便神秘消失，但人们常常在山中见到他们的神迹。据说，遇到乾旱或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三山国王会显灵，带来风调雨顺。此外，有关三山国王显灵治病救人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不息。随着闽南人和客家人移民至台湾，三山国王的信仰也随之传播过来。这些移民将家乡的信仰带到了台湾，并建立起三山国王的庙宇，使其成为当地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在台湾，三山国王被视为保护神，特别是在社会不安定或面临自然灾害时，信众会祈求三山国王的庇佑。
这一信仰在台湾各地的闽南族群和客家族群中广泛流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台湾的三山国王庙宇遍布全岛，其中以台中、彰化和南投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庙宇成为了信仰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信众前来朝拜。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和8月15，台湾各地的三山国王庙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典，以纪念3位壮士的神灵庇佑。每年，当地居民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纪念三山国王。这些仪式通常包括祭品供奉、舞狮、歌舞表演等，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祭祀活动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表现，也是社区凝聚力的象征。三山国王信仰对当地的社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信仰加强了社区的团结和合作，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三山国王的传说也激励着人们追求正义、仁爱和勇气。随着移民的迁徙，三山国王的信仰逐渐传播到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在这些地方，三山国王被视为保护神，受到华人社区的广泛敬奉。在现代社会，三山国王的信仰依然活跃，庙宇和祭祀活动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文化和社区活动的重要场地。信众们常常前往三山国王庙宇祈求保佑，尤其是在面临挑战或重大决策时。在台湾，有超过200座三山国王庙，其中有潮汕人参与始建的就有160座，占了70%。台南三山国王庙、桃园观音区的三山国王、寿龙宫、新竹县的苗栗三山国王庙等都是受到信众热烈崇拜的地方。总之，三山国王信仰在台湾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不同地区广泛受到人们的尊崇与敬仰。三山国王的传说和信仰体系代表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地方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视角。无论是作为神话传说，还是作为社会信仰，三山国王都在华人社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将继续影响未来的世代。